伊朗，美国对他是先制裁后救援，未来的伊朗也是美国说了算吗？今天带你看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伊朗会是下一个委内瑞拉吗？中东再度倒下的那个骨牌吗？听起来非常可怕。那你会说伊朗，还好吧，他总是能够撑过去。他被国际制裁都这么久了，几十年下来他也好好的啊。现在为什么好好来讨论他？很可能他真的要倒下了。好，我们先来看最近它发生什么事啊？在2025年的年末，12月28号那天开始，在伊朗各地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抗议的声浪。那示威抗议走上街头。那过去呢，伊朗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通常呢都是政府吓你，然后呢我这个冲上街头去把你们打一顿，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和平落幕。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们带你来看这一次呢，它已经开始变成星星之火，很难燎原哦。你发现从一开始的一些重要的城市，然后开始有店家说物价高涨，通膨很严重，他们活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店家老板就罢工，然后呢学生开始声援，走上街头去，然后他们会攻击政府机构，然后到后来变中产阶级也加入，然后变成连农民也加入。为什么？很简单，他们活不下去了。那你说物价是那唯一原因吗？一开始是的，走上街头之后呢，大家从求生存，希望呢这个政府让他们好好活下去，然后更进一步呢，变成了我希望要改变，从求生存变成要求改变，那个意义就不太一样了。一个呢是希望政府帮帮我，我要好好活下去；另外一个是这个政府办不到，推翻它；另外一个下一个或许会更好。所以你看到他们的一个示威抗议，从12月28号开始一直蔓延到现在。越演越烈，现在呢，几乎在伊朗大概有100多个城市，他们都在处于这个示威抗议，而且人越来越多的状况。那你说，没有啊，国际新闻我好像看到还好。那是因为伊朗呢已经把它全国断网，把它电路线全部剪掉，电话线剪掉，所以呢根本很多讯息是无法外流的，只有那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画面往外流。好，那根本就压不下去的状况了。然后你就发现了，有人看状况，我机会来了。美国呢现在开始你看到川普开始讲话了，他说这个伊朗来，我帮你，是时候了感觉好像要来割韭菜了好，你看到这个美国的动作是什么？他马上呢从德国他的一个这个 C-17 全球霸王，哇，这个战略运输机已经从德国起飞要到中东去了。战略运输机干嘛用的？每次要打仗之前，他要先补给，要先到位嘛，所以呢他已经运了弹药，运了设备，先到靠近中东附近的一个这个美军基地去了，随时感觉要准备动手这个委内瑞拉，哇，这个很迅速可以抓到人家这个领导人。那这次伊朗呢，这个哈米尼宗教领袖很紧张，说你不要管我，不要这个国外势力来影响我们内政。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伊朗你开始觉得这个经济的一个原因的一个示威，那现在慢慢转变成了一个对整个国家体制的一个不满那当然对于伊朗的一个现在当政者来讲，哇，那是一个很大的统治危机。但是呢我们来看看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国家，中国美国又来了。伊朗呢是跟中国站一边的，那当然美国应该是非常乐意看到他这个倾然大物倒下。所以呢你看到川普最近就讲了，这个伊朗人来，我在这个地方，我随时 ready， 我要帮你他说他支持伊朗人民有和平示威抗议的权利，所以他说如果这个伊朗政府要暴力的镇压的话，我不会袖手旁观，我会帮助你的那中国方面则是说，他们一向的立场就是他尊重国家主权，他不会去干涉别人内政的中美两国的态度就放在这里了。那当然呢，对于美国来讲，当然就是非常乐见你们乱起来嘛，那他刚好就是从中再搞定一个他很棘手的一个国家嘛。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那对于德黑兰来讲，伊朗的定调就是这根本就是
有外国势力刻意的挑衅煽动，所以呢才导致它国内的动乱。好，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大国的一个态度跟伊朗各自他们目前为止当然就是镇压，这没什么好讲的啊，什么不镇压没有这回事，就是镇压。目前为止的死伤数字，因为我们其实讯息非常少，他们内部几乎的一个所有通讯都中断。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官方数字说几十人死亡，但是呢，这个听说医院流出来的数字是数百人的一个这个身亡，然后呢，数千人现在都已经遭到逮捕了。好，那你看到了，想要割韭菜不仅仅是美国了，你看到还有一个是流亡在外将近50年，这个是过去的这个伊朗，他们有国王的时代末代王朝，末代王朝的子孙现在流亡美国，现在又重新回来说我机会来了谁呢？巴勒维王朝，它是在1979年的时候因为暴政被推翻的，然后那个时候推翻呢有他们国家的王子呢，那个时候那个巴勒维王朝是跟美国关系比较好，所以王子呢那个时候正在美国学着开战斗机，开战斗机，好，他学着学着国家倒了。有没有很像那个机场情缘汤姆汉克有没有在机场发现我国家倒了，我现在怎么办失去身份。好，那这个小王子也是如此他在那个地方开飞机，有一天学完课程的时候下来，他的教练跟他说你国家倒了他说发生什么事？他也回不去了好，那回不去他就留在美国。那留在美国呢，那他的这个家人嘛，他父亲就被推翻嘛，实施暴政专制被推翻，然后他就变流亡海外。那流亡海外呢，就继续学他的开飞机，那当然就不要回去了，对吧？他留在海外还吃香喝辣嘛，对吧？他就留在这个美国，然后呢，这一留哇不得了，留到今天他都65岁了，他流亡将近50年，但是呢，他还是一心想着他有一天可以回去复辟嘛，所以呢，他其实在20岁那一年，他就自行宣布他这个登基。但是就是只有他知道，老婆知道，没有人知道嘛，对吧？他就说他登基嘛，那但是没有人理你嘛。好了，那现在机会来了，于是呢，他就人在美国，然后不断的向伊朗喊话，他说：“这是我的时机到了，你看我当初学了开战斗机，现在我要开战斗机回去保护我的伊朗人民啊！”好，那当然他讲的是慷慨激昂，然后还跑去这个白宫说我要见川普，来，我跟你谈一下，我就是那个伊朗未来的那个我要来整顿大局的人。那这个川普想说这个川普没有见他，川普说我还要考虑一下，我要看看状况嘛，对吧？伊朗人民喜不喜欢你，那也是另外一回事嘛。那你说他真的有办法回去什么所谓统整大局吗？他真的会是那个如果宗教领袖哈米尼被推翻了之后，他会是那个接手的人吗？还是问号？因为呢，你说他当初他们的那个王朝被推翻是因为实施暴政，所以呢，这个在伊朗老一辈的人都还知道，你老爸可恶啊，暴政，对不对？讨厌。然后呢，这个年轻的人对于一个王朝复辟，你突然间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你回来说你是我们伊朗的国王，好像那个年轻人接不接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反正呢，已经出现一个人，他说他要重返伊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好，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你要说他真的一直在美国，他不了解伊朗，好像也不是这么说的。那他以前每一次伊朗被这个示威抗议很多冲突的时候，他也都从来不讲话，没出声。这一次他突然间跳出来说，我要重返伊朗，所以他一定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吧，对吧？所以呢，你就觉得说，好像这次伊朗里面的情势真的很混乱到这个流亡了快50年的人突然站出来说，我的机会来了，我要重返伊朗。那继续往下讲，你就好奇啦。刚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你说他被经济制裁、国际制裁不是第一天，然后通膨也不是第一天，神权统治也不是第一天，什么都不是第一天，为什么突然间就爆了？你说美国打他了吗？也还没，美国先打的是委内瑞拉不是吗？那你伊朗怎么突然就爆炸了？好，我们来看很多叠加因素曾经人家讲这个伊朗它被国际经济制裁已经将近40年，那它被经济制裁的国家通常会很辛苦嘛，对吧？但是你看它撑了这么久，也真是很厉害。有人这样形容说，伊朗呢是中东最能扛的经济沙包，因为人家一直揍他，就是扛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屹立不摇，对不对？撑40年呢，太厉害了吧？好，那我们来看他被国际制裁40年从大约1979年就开始，他就是做了很多事情，惹恼了
这个老大哥惹恼美国，惹恼欧盟，所以呢，他就是3不5时就被经济制裁一下，导致呢有一种这种你知道死猪不怕滚水烫，要制裁来啊，随便，反正我早就被制裁，他总有一套应对你制裁的方法。从1979年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大家还记得吗？他这个把美国的外交官扣下当人质哦，哇，是带走，好，然后就扣了人家外交官，然后你就被经济制裁。那后来他就放了嘛，放了你，当然就制裁就取消。那后来呢，他又在波斯湾啊，这个乱打人家这个外国船啊，这个扣人家船，跟海盗一样的行为。然后美国又制裁他，好，制裁他哦，这次制裁就久了。然后接下来后来呢，这个制裁久了之后，他想说反正都被制裁无所谓，我开始研发核武哦，开始研发他的浓缩铀，然后继续制裁他，这一路制裁下来不得了，就是几十年时间。好，那你说被美国制裁？你知道不够带走，所以呢，他继续也要惹欧盟这个。动欧盟的船啦，各种啦，所以欧盟也制裁他，所以他后来几乎就是被大家制裁啊。唯一的朋友就是中国吧，然后呢，就是中国以及中国的朋友们，朋友圈大概是这样。好了，那他研发，他就慢慢的这个发展出一套如何因应国际制裁的方法哦。那你看他有这个军工体系，伊朗呢有他们自己的革命卫队哦，革命卫队呢跟他们伊朗的正规军，它是2个完全不同的体系。那这个革命卫队很特别，这个军工经济体系啊，这个政治啦、军事啦、财政啊，全部通通一把抓，在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底下。你这个军事当然，你看它有很多的军工产业嘛，那它有这个做弹药嘛，然后做军备嘛，研发坦克嘛、无人机嘛，各种。然后不止这样哦，你说伊朗内部的这个建设公司也是它，建筑业，然后呢，这个金融业也是它。哎，什么业都他什么都来，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军工体系哦，这个革命卫队，它撑起了大半个国家。你要被我被制裁没关系，我这家公司哦，我这个换个壳，然后继续营运。然后呢，这个你说你要制裁我，然后外资不要来我投资，然后我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其他国家可能就好辛苦，但他没有关系，他有革命卫队，公司都是我革命卫队的，没关系，我自己创造工作机会给我们的年轻人来就业。再不然你去从军，革命卫队我们打仗。也可以，好，所以呢，革命卫队也创造很多工作机会，用这个革命卫队的一个方式，它撑起了他国家大半的这个经济状况。另外一半呢，他靠卖油，但是他被制裁不能卖油啊，自有他的办法，所以他就这个突然出现了幽灵舰队的一个这个石油贸易哦，这个船我通通关掉，那个 GPS 通通关掉，定位通通关掉，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船，然后呢，我开到了这个海面上之后呢，我把这个油在海面上放到另外一艘船当中去，然后我就运去中国去了，运去要卖的国家去了，我就卖便宜一点，还是有人要嘛。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幽灵舰队的方式哦，石油贸易，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就说我不要钱，我要拿黄金，拿了黄金呢，我又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也算是他的一个地下灰色的一个贸易哦，他也活了这么久了，然后呢，他也这个让他的人民们大家都一起灰色交易吧，人民要做什么人肉贩子买卖人口，你就买卖，我没看到。然后呢，这个人民要走私，他说那个不叫走私，那个叫代购，你可以你代购，好 OK 走私，反正呢整个国家都是灰色地带。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你说他好厉害，被制裁这么久，然后用这种各式各样的手法，他不但活得很好，你看西方，你看以色列打他，跟你有来有往打了老半天，对不对？你给我空中导弹攻击，我也是还击你哦。你说他也是蛮厉害，而且呢，他这样的一套体系，他还赚不少钱哦。他甚至呢，不止这个赚钱，他还可以去资助代理人。你看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他还资助哈马斯，那也挺厉害的。但是呢，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是抵不过长期累加的经济慢慢的衰退哦，很多事情哦，不是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军工体制可以撑住所有。我们刚刚讲革命卫队撑住了40%，石油的贸易大概在撑住了20-30%，但是还有一些人民生活真的很辛苦，这一点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压住老百姓的愤怒，所以呢，你就看到了最近的一个叠加上去，让老百姓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缺水。好，我们来看，你说伊朗本来就是一个半干旱的国家，没有错，但是呢，过去没有像这几年这么严重，他们缺水的状况，它已经来到了50年来应该是最严重的一次干旱。他们连他们的首都，你看连德黑兰都缺水。过去呢，你其他地方缺水，德黑兰不会缺水，这个地方都是你看
就是这个高官在这里，怎么可能缺水呢？但现在真的缺水，水龙头打开没有水的。好，那你说为什么呢？这整个国家的一个荒腔走板就在这里。他们过去因为被制裁，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去国外买粮食，他们就自己种。但是呢，你要种，他们这个主食是吃米嘛，然后种稻米。稻米是一个非常费水的一个农作物，所以呢，就耗费了90%的水都在种稻米。然后呢，他们又要开采石油，开采石油也是一个大量要用水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你看又要耗费好多水。然后呢，再加上他们的城市非常的老旧，什么都市更新没有那回事啦，有钱先去研发核武啦，所以呢，你看这个都市更新，什么水管老旧又漏水啊，各种耗损，所以呢，现在今年的状况就是严重到没有水喝，没有水喝真的会逼疯人的。那于是呢，你看到了这整个国家，都市更新没在做，然后呢，整体的你看它的农业政策啊，要种那么多的稻米啊，然后种出来了之后，整个大家种的一个农作物没有分类好，你知道一个国家种农作物要分类的，对吧？我要去算清楚我一年需要多少稻米，所以呢，你要这个商量。农民，你种这么多稻米，其他的人你可以去种一些其他的作物啊，什么没有？大家都在种稻米，种出来之后每年还耗损掉30%的稻米，说这整个国家怎么好好的进行下去就不行嘛？所以你看到了，累积到今天，整个在伊朗当地的示威抗议的一个声浪已经非常难以压下去了哦。缺水呢就是最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这一回呢看起来。是不是这个美国感觉好像我都不用特别的费一兵一卒可以拿下伊朗，或者是让你的这个神权政治瓦解，换一个跟美国比较说得上话的一个领导人，会不会是美国想要的呢？这整件事情啊，简单来讲啊，你会觉得说，哦，那应该就是伊朗这个神权政府没有做好，所以让他民怨四起，然后导致今天的一个整个这个大树崩塌。不是这样说的，应该是你要回头去看，它的经济为什么会这么惨？被美国制裁，国际制裁，所以呢，只是说美国的这一招国际制裁，它拖了很长的时间才看到它的效果，放长线钓大鱼。美国的制裁花了这么久的时间让它发酵，然后温水煮青蛙，到今天我们才看到了伊朗整个统治阶级很可能要崩溃了。然后呢，美国的总统再站出来说，伊朗人民，我跟你们站在一起，我保护你，你就上街头去抗议，抗议你的政府对你有多坏，抗议他经济都没有弄好，让你生活的这么样的辛苦，都是那个政府好坏。我现在就是救世主的身份，我来拯救大家，我来保护你。好，然后伊朗人民就哇，你看川普人真好，他要保护我了。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当年到底是谁在制裁伊朗，才让伊朗有今天的境地。当然有非常多复杂的原因啦，但是呢，我们还是来看这件事情太妙了，对吧？放长线钓大鱼，可能这个词放在伊朗，还挺适用的哦。好，那当然呢，这次的伊朗会真的就在这一次的示威当中，整个神权的一个统治体制崩溃吗？那这个未来流亡海外的这位过去的王朝的继承人会回到伊朗去复辟吗？还是美国会扶植另外一个比较亲美的一个政权呢？就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咯。这是帮大家整理的进来的这个伊朗的一个这个状况，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咯。我们下回见，拜拜。